Hello，欢迎科普医美新知，我们请张帅张医师。好，今天呢，我们要开启一个我们要做一系列就是关于这个线。坦白说，我之前录了很多线的这个影片，但是因为以前的我实在是太肥了。尤其我每次在影片里面哈哈大笑的时候，肚皮会跑出来，会动吗？所以我决定要全面下架我之前那些肥胖的影片。所以我把有一些影片呢，把它重新录，而且坦白说，以前有些画质真的太差，收音也不是很好。那再加上呢，有一些更新的知识可以更新给大家，所以我现在决定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就是关于线雕。你想要知道所有埋线的内容都在这里。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集。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那其实坦白说，我们做线我做线到现在，我应该是台湾最早做线的人，做到现在15年，这么很久了。我在我开诊所之前就在做线那其实这中间做线这个线，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最早我们到国外学的时候，我发现国外的那一套，不管是你用西方人那一套，在黄种人身上真的行不通，很多问题，还有很多那种早期那种直进直出我说早期那个真的，当然现在你看大部分的诊所，9成9的诊所还用这种技术啦，那其实有很多问题。大家看我们现在都在打3代八字，很多客人都说远远看我们诊所的 logo 写38。对，我们写38，那为什么？人家以为38纹嘛，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只要台湾做医美，一直都知道八字线，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专利的技术。这个现在八字呢已经是第3代了，所以叫3代八字，所以远远就是看38。对，那这个只是为什么会叫3代八字，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做线这15年来我们做的很多技术的一些改良。那每当累积到一个重大的突破或是一个更强效的技术更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化。所以这15年来，现在近代进化到现在是3代八字。那3代八字到现在也用了好几年了所以它效果就很稳定，可以达到很多一般线雕达不到的境界。好，那我会慢慢的跟大家介绍。但是今天第一集的题目比较特别，什么人打电音波没有效，需要拉线？其实大家看我影片开头我就讲其实所有的医美技术从什么从仪器注射注射的微整一部分，微创到手术，分这4大类。仪器呢就包含雷射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机器注射就是打肉毒玻尿酸。那什么叫微创？微创就是它的伤口是针孔，可是呢它需要一点恢复期。像你如果是打肉毒玻尿酸没这种恢复期，可是微创它还是需要的几天小小的恢复期。那手术当然就划刀，需要恢复期比较久一点效果也比较久，但需要一点恢复期。我们来分这4大类。那以拉提的技术而言仪器就是什么？就是像这个电波、音波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呢，大概如果是10年前拉提的这个仪器，大概只有电波。那大概7、8年前开始所谓的音波，当然后面有分代、2代、3代、4代、5代的电波，像现在凤凰就是5代的嘛那后来还衍生出所谓的微针电波。那这个音波也分成1代、2代、3代的时候，有美国的也有韩国的。这些仪器大家有兴趣，我之后再另外开一个序列，第几集来连续几集来介绍这些机器的不同。这些仪器呢，对拉提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它有一些它的局限性。你想想看其实不管你是用电波或音波，它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用加热的方式加热的方式，就像塑胶袋，我常常觉得用像塑胶袋，你吹那个吹风机吹一吹，塑胶袋是不是会收缩？它会这样收缩电音波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它会有一定紧致的能力，但是它有它的限制。它最大的限制就是，不管你是电波、音波，它的能量是穿不透筋膜，它顶多打到筋膜。为什么？因为这电波、音波它是加热。那如果你穿透筋膜的话，筋膜里面有神经有血管嘛，你穿透筋膜就会让神经血管受伤。所以这些机器它原则上它的设定，不管你打得多强多深，它都是穿不透筋膜。筋膜以上这是它最大的限制。当哪些状况下电波、音波它做不到，它力量不够，它需要进展到下一步呢？因为以拉提的技术而言，下一步呢大概就是线。因为注射达到提升，其实它的效果甚至比仪器还要弱。为什么？注射有提升的效果吗？有。打肉毒可不可以用来提升？可以。我们知道肉毒是用来放松肌肉，所以我把会往下拉的肌肉放松之后，它自然会有一些往上拉提的一些效果。可是其实都蛮弱的，就是没有那么强哦。你如果根据一些论文啊，比如说打鱼尾纹可以上提眼皮，大概就1 mm 嘛。
啊，打脖子啊，它上提大概也是2、3 mm， 就不是微微的哈，所以那真的就是微整形啊，所以比较弱。那填充拉提，我们常常听到说打一些什么玻尿酸填充啊，打什么力量也很弱，那个也是完全不能跟电音波比，因为填充的拉提，它严格来讲不叫拉提，你打了一个东西让它鼓起来，看起来好像就微微往上。它其实不是真的往上，它只是因为它鼓起来变得比较挺，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微微往上，但事实上它是没有办法真的把组织这样做一个上提，所以那叫天挺，那不叫上提。所以严格来讲，注射的拉提效果是比仪器还要弱。那线的拉提效果当然又比仪器强一点，因为它是一种物理性的拉提，重点当然是要做的有效。当然，因为很多你做美效，有时候常常遇到客人抱怨说去哪里做个线，他做一做，效果很差，没有感觉，那就是没有做好，不然线的，对，那这种物理性的拉提，它绝对会是比仪器要强一些啊。手术就不用讲啊，当然我们不讲那些假拉皮啊，真正的拉皮当然一定有比线强，所以它是这样分一阶段一阶段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讲，那什么状况下你用仪器没什么效果，你就不要被骗。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诊所为了增加你的消费，就像流水线一样，他进来就跟你讲，我们先试试看，不管你什么问题，来现在打个仪器吧，打完以后没有效，那不然3个月再来打一次还没有效，那不然我们试试看拉线，没有感觉啊。有些人其实他根本这些都不适合，该手术的全部都走了一波以后，已经花了几10万的，最后才来手术，所以他说，我觉得你太严重了，你应该要手术，那你怎么一开始不讲？要对症下药，对，像我们一般民众叫对症下药，对我们医生而言就是你一开始要诊断啊，所以一开始这件事就应该由医师来帮你诊断，而不是销售人员告诉你，来，我们现在有什么，我们现在有什么特惠活动做什么？我跟你讲，这个机器最新最好做这个。事实上，很多东西一开始就要先诊断。对啊。我本来想讲当白老鼠，你讲当老鼠屎更严重。其实很多诊所它的销售策略真的是这样，就先叫你从仪器开始做，然后再就是注射、微创，最后都不行了才手术，叫你每一个都试过，不能这个样子。我们一个人看什么状况下你自己要知道，你打电音波可能效果是不好的，就不要被骗了。第一种，深层部位下垂。我们之前在其他影片有讲过，我们脸绝对不是一层脸皮贴在骨头上，就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它脸是分3个层次的，浅层呢是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那层叫筋膜，还有一些深层的构造。浅层的老化叫松，中间这层筋膜老化呢叫垮，深层的老化叫垂。好多种。是，那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哪一种比如说像嘴边肉，我们来看一下。嘴边肉呢，就是嘴巴旁边的肉叫嘴边肉可是我们真正在医学不应该这样看的这个是我在医学会演讲，很多人想说，张医师是不是有自恋狂，全部都用自己的照片？这个好眼熟。对，很牺牲把我脸用这个样子，是因为蛮可爱的。这个很像以前肥胖我。对，但我用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的影片常常被盗用，我还干脆用自己的脸，随便你用反正大家都知道是从我这来。好，我们嘴边肉就分这3种第一型的嘴边肉其实最主要讲的就是浅层的皮肤松。这种第一型的嘴边肉呢，它表现出来最常就是在末纹旁边呢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松弛。问题怎么处理你打电音波它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电音波它针对的能量层就是在筋膜以上，所以它对浅层呢它是有效的。好，所以他常常看到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这种形式的嘴边肉。这个嘴边肉这3型的分型呢，其实我在有另外一集影片呢，专门在讲嘴边肉3型，特别的明显。像我们这有一些照片，大家有兴趣可以专门去看。你在 YouTube 上面打嘴边肉空一格3型，就会看到。好，接着去看。再来这个是第2型的嘴边肉，第2型的嘴边不一样，它看起来像是你嘴巴旁边有一颗球。这颗球是我们脸上真实有的构造，叫假脂垫，它就是球状，它就是球状的一球。第2型嘴边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嘴巴旁边还含着一颗小球，好像这个照片里面这个样子。那这一种打电音波就完全没有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像这个影片里面呢，这个人呢，他就是有第2型的嘴边肉。你看他把手往耳朵后面这样拉扯，你会发现他把皮拉紧了，可是嘴巴旁边还是有一颗球。所以怎么判断你有没有第2型嘴边肉？大家现在赶快拿起镜子来，就这个动作把它往后拉，对，就是这样往后拉。如果拉完你发现你嘴巴旁边这里还是隐隐约约还是可以看到一颗小球，甚至大球的话你还好如果你有一颗小球或大球，那你就是第2型了。那这个是深层的组织掉下来，这一种对不起，这一种你打电音波、音波，你打100万发也没有效。
因为它是在筋膜的深面。哦，打不到。这就好像一个人拿着手枪，他去对着这个坦克车，人躲在坦克车里面，他拿手枪啪啪啪啪打100万发，里面的人会不会有事？不会有事。这个就很像这个夹子电，它躲在这个筋膜后面，你拿着这个电音波，就像手枪，你怎么打？这个筋膜都挡着啊！我刚刚说了，电波、音波的能量是没办法穿透筋膜。所以是没有用的哈。我们接下来看这些术前术后，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哈，他嘴边肉是不是旁边就感觉上好像一颗球，深层这种很明显有一颗球，就是第2型嘴边肉这一种呢，你打低音波没有效哦。你看很明显，我们用深层埋线，它的效果就差异就可以非常的大，所以诊断非常的重要。那还有第3型的嘴边肉哦，它是属于筋膜松弛，这种第3型的嘴边肉就要看严重程度，如果是比较轻微的哦，打电音波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大概也要用线来拉，它就是整个筋膜往下垮，就是像我们图片里面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的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你一定要先判断说你的问题是不是深层，就好像我常在比喻，我们的脸皮筋膜就很像这个气球，这些深层的组织就很像里面的石头或是沙包掉下来的话，如果你今天是深层的问题，你表面的这个气球啊拉得再紧，这个石头沙包还是在底下，还是没有上去。所以一定要先诊断，如果你是深层的问题，打低音波效果是很差的。好，除了刚刚讲到嘴边肉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很多人觉得他去打效果比较差的，就是苹果肌的下垂。现在给大家看这个图很奇怪啊，怎么一颗一颗树啊？对，这是我们中脸啊，这一区中脸分一层一层这样子的构造。苹果肌有什么关系？对，看不懂哦，没关系。给大家看，只是要讲我们很有学问啊，不是啊，只是在讲这是专业的东西。你看现在我们的中脸这样凹凹凸的，就很像很多人他的脸有下垂的状况。很多的人呢，他的苹果肌下垂问题也是出在深层。这一种如果你打电音波效果也很差，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会觉得苹果肌下垂打电音波效果不好，像很多人会觉得，我打电音波，嘴边肉有一定程度改善，可是苹果肌这个地方几乎都没有效，因为苹果肌的下垂10个里面有8个是因为深层的下垂，就是我影片里面讲的这个深层的部分它往下垂的状况。所以什么人打电音波没有效，要用深层的埋线。深层埋线就是要，如果你是深层下垂的话，要用深层埋线。等一下我这里面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深层的部位下垂打电音波没效，很多人只听到这里就跑去所以我要埋线，结果埋到了，他埋浅层的线一样没有效。所以你要确定你埋的线是深层的。好，什么叫深层埋线呢？假设这个是线，那不管你是什么牌子的线呢，线它的基本原理就是上面有一些小导钩，当然这不是线，这是鞋带。那不然每次客人说哇这么粗放在脸上好恐怖，这么粗我也不敢放在脸上，这是鞋带哦。这为了录影大家看比较清楚。一般浅层的埋线就是利用这个导钩，一端钩上面一端钩下面。可是这种做法很多问题，第一个你吃饭讲话做表情动一动就容易脱钩，就容易掉下来，所以很多人说我去打个线，我去哪里埋线，拿2、3个月做个表情要掉下来，或是线就传出来了，就是脱钩。而不管你这个线是直直的啦、曲线啦或回旋的啦，这种做法都一样，它都是靠导钩都有这个问题，而且这种做法它只能拉纤，它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深层的问题。那8字线不一样，什么叫3代8字线？3代8字线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在拉的时候，它是像这样看清楚，它会像这样子在里面绕，这样子在里面绕。那这样在里面绕，这个叫什么？叫做套索 ，noose，好，套索 ，noose。这种状况你就完全不用担心它会下垂，它很稳固，而且这种做法在绕的过程中，它浅层筋膜跟深层都可以同时往上拉。这么神奇？对，所以它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自我判断你的嘴边肉是深层的，你就不用试了，电音波对你没有效。如果你主要在意的是苹果肌的下垂电音波对你效果很大。这个是我在国外原厂的网站，这个是电音波他们的原厂网站他很得意的秀出来术前跟术后。有这样吗？等一下，好像感觉不到，对不对？对，你看这2坨，真的很无聊。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它就有2颗很大的球。刚刚我们看那个影片，第2点嘴边有的人比较大颗，有的人比较小颗。但不管你是大颗或小颗的，你打电音波都没有效，像这样都没有效。好，我们再看还有什么的人呢？就不要期待电音波了。道理很简单，想要比较持久的拉提效果。
那你现在最常听到的话术就是告诉你哦，我们这台机器效果可以维持1年半2年，不管你是哪一台仪器，它的效果都是不可能超过1年。不然你怎么会常听到它会有这种疗程，叫你3个月回来打一次，半年回来打一次？如果它可以1年半2年，干嘛要叫你这么短时间回来？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吗？如果可以维持这么久，为什么要那么快回来打？事实上，这些电音波这些机器，它的很多临床的实验跟一些效果，基本上呢都很难超过1年，因为它只能打到筋膜以上的位置啊。对啦。它不是每一层都可以处理啊。那所以它的维持时间就没有办法那么久。所以假设你今天要比较持久的效果，你可能就要考虑拉线或者是手术。但是我刚刚一样提到咯，如果你只是单纯靠导钩这种拉法，你也不要期望它会超过1年。除非像我们刚刚说的你是像这样子套索的方式，这种很稳固的方式，你就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有掉下来的状况，它维持时间就会久很多。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多重要这么重要如果你的脸偏瘦的，我也不建议你打电音波。我现在好像一直在黑电音波我们家也有电音波，我们甚至还有非常新的机器，所以我这样讲不是叫大家不要打，我只是要叫大家要自我诊断，不要被话术，不要被销售，特别是对，脸瘦的人不要打电音波，不要打仪器。对，为什么？越打越熬。真的，因为电波音波我刚刚前面说了，它的原理就是什么？靠热的。电波所有的电波，它的原理都是靠 radio frequency 无线射频来加热，无线射频让氢离子共振产生热能。所有的音波都是靠超音波聚焦，不管你是哪一排，它们基本原理都是这样，就是分这两大类。所有靠无线射频就叫电波，所有靠超音波共振聚焦的就叫音波。那它们都是加热，就是热会怎么样？会缩小没有错，但也有可能会溶脂。所以瘦的人千万不要打电音波。我们看几个例子我跟大家讲，你看国外我也是为了录这一集我才知道有这个网站。国外网站就是有打电音波导致脸太瘦的受害者网站，还有这种网站，超级神奇的，居然有这种网站的。你看，这个都是这个网站里面的图。你看它本来是这样，打完以后。你看一堆纹路跑出来，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脂肪被溶掉了，空了你再看，它还写得很详细。你看日期，本来是这样，打完以后，太夸张了，真的是溶脂的所以你再看这个打完以后，脸变得更瘦。所以我一定要警告大家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本来脸偏瘦，像很多人我这里有嘴边肉，这里有一坨这里是凹的，大家可以回去看我有一集影片，就是在讲脸颊凹有分前颊凹、中颊凹、后颊凹。那我有讲到中颊凹有分真正的凹跟下垂导致的凹。很多人他其实是下垂导致的凹，他想既然是下垂导致的凹，我就打电音波嘛。可是这种下垂导致的凹，它通常是因为深层的组织往下掉，从这里掉到这里，所以这里就凹了，这里就垂了。结果他去打电音波，打完以后这一坨有没有不见？没有，因为它是深层的嘛。结果这个凹更凹，更严重。再来，如果你太频繁打电音波，溶脂太多，更空，会更松更垂。那我们看很多照片。好，再来第4个，如果你里面有填充物的话，要注意，有可能会被溶。不是每个填充物都怕热，最怕热的我还记得10年前。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新闻，因为那个新闻蛮有趣的。因为很多民众不知道这件事，当时那个记者就是说有一个正妹去泡温泉，出来鼻子就塌了。那个新闻我印象很深刻，很有趣。我刚好无意中看到新闻，因为他就是打玻尿酸，去泡温泉很热，玻尿酸就溶。这么夸张？玻尿酸怕热。现在大家都知道玻尿酸怕热。电音波我刚刚一直强调，它就是靠热，它可以溶掉你体内的脂肪，当然也可能溶掉玻尿酸。所以如果你没有打玻尿酸，要注意，有可能打一打，它就不见了。
真的会哦。不只是这样哦，像还有一些其他的材质，你也要注意会有这种状况。比如说精量值，它也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再比如说像最近有一个产品叫维贝拉，它也怕热。不过有一个产品它不怕热，4D 同源灯，因为它的玻璃化的温度是126度，所以呢，你电音波不会打126度，你的脸就熟了，所以不会。很多人问你就是啊，我里面已经埋线的话，可不可以打电音波？顺便回答这个问题，线不怕电音波热，因为电音波的热最多就到70几度，好。那线是不会因为这样融掉的。可是，如果你埋的是浅层的线，浅层的线有可能会导致，特别是打音波的时候，就有可能那个能量会打到不该打的位置烫伤。但是深层的线就不会，因为深层的线再筋膜一下嘛，电音波怎么样都打不到，所以就不会这个问题。好，这是额外跟大家提醒。所以如果你今天打了很多玻尿酸或是怕热的填充物不适合，可是我想拉提，那你就要考虑打线，不然你打完电音波你会发现一件事，之前打的都白打的。好，第5个小骨正颚。小骨正颚现在人越来越多了，打电音波几乎也没效果。为什么？你看，我都知道你要问什么，因为我之前讲过，我们的这个脸的这些组织都附着在骨头上。你想想看，假设你这里少一节骨头，原本包在这个骨头上面的这个组织，本来因为这骨头比较大，它有比较大块才有办法包住它。现在骨头变小了，你这个软组是不是多了一些东西出来？多出来的嘛，因为你骨头变少了，本来要包住它的东西就多余出来了。这个多出来的东西打电音波没有办法让它消失，所以打电音波效果不好。还有一个更大的重点，有时候你小骨跟正颚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钉子，你在做这些仪器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间接加热到那些钉子，会引起严重的烫伤。所以你看电音波，它会提醒你哦，如果你有这些东西是不能做的。对，可是很多诊所都没有在甩进来。我削完骨以后脸比较垂，来，我们先打电音波。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因为事实上它真的发生过。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因为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很多诊所或许知道，或许根本不知道，就没有提醒这件事。如果你是因为削骨或正颚导致的松弛下垂，也不适合打电音波，那你怎么办呢？你要么就拉线，要么就手术。而且削骨跟正颚，你看骨头是在脸的最深层啊，最浅层。好问题。骨头是在最深层，最浅层，骨头是在浅层。你的骨头长外面，你是恶灵骑士是不是啊？骨头不是长在最里面吗？好吧，看来他上班上了一天累了。好，骨头是在最深层嘛，对不对？那你削完骨以后，它最容易下垂的部位其实也是深层，而不是浅层。所以这种你打电音波也没效，你要么就用深层埋线，要么就用深层拉皮，才有办法处理它。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东西，我先强调，我不是要跟大家讲电音波是不好的东西。它有没有效？它有效，但是我要一直反复强调的事情是，一定要先诊断再处理。如果今天这个诊所连诊断都没有，都只告诉你有没有最新的仪器，这仪器多升级多升级，我之后录仪器的部分你就知道，仪器有没有效？有效，但是仪器的变革没有像他们讲的哦，它其实都是有科学论据的，医学是要实证。是的。好，所以不是靠话术。Hello， 欢迎大家收看《打破医美秘斯》。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很多人都叫张医师是亚洲线王，像我们明后天张医师很忙，又要教其他医生上课。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比较不一样，是要讲哪些问题拉线是没效的。很特别对，因为其实你看我到过很多国家演讲嘛，还有教学啊，开 workshop， 我去过好多地方，去过泰国大陆当然也非常多次，韩国、巴黎、美国、菲律宾、印尼，我到很多地方去教这个线哦。这个因为我们做线的方式跟人家不一样，我们后面我们这个是关于线的第2集，后面我们会介绍就是到底我们拉线的技术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很多客人来，我只会问说，你们用什么线？用什么线？我常常都会讲说，用什么线一点都不重要，你线再好，任何一家诊所打个电话，线都会来。所以问题不是你用什么线，问题是你怎么做。大家看很多的影片都只是一直在吹嘘说，这个多棒多棒，都只讲好的。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影片有一个很大的使命给大家，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些正确的知识，一些实证医学。
你看我明后天也是要开课教这些医师进阶的线课，其实他们都是用线很多经验的医师，他们甚至是一些线啊，他们厂家的讲师，那他明天来学这个一些进阶的做法。我一直在教大家怎么做线，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要跟大家讲有些问题是线没办法解决。千万不要今天你到一个诊所，这个诊所吹嘘这台机器多省多省，销售的话什么都讲得出来，会跟你讲这个线多厉害多厉害，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然后拉完解决不了再找个理由，或者叫你再加线啊，再做什么什么啊，不是这样。有些问题是线解决不了的那大家很容易有这个迷思，所以我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特别就是要跟大家讲哪些问题是线解决不了的，很奇特吧？哇，第一个流失跟凹陷。我们来看个影片，这一部影片大家可以去看其实法令纹是有分3型，分别就是你看，第一个是苹果肌下垂，第二个是肌肉型的细纹，第三个是三角形的凹陷。那为什么我们要把法令纹分这3型？因为线它针对的是松垂，那如果它今天它的问题呢是这个凹陷，拉线有用吗？没用啊！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比如说，我举个例所谓的凹陷型的法令纹，就是指我们的这个鼻翼旁边这里有一个凹沟，像这个鼻翼旁边这里有凹沟，特别是有一些人呢，他的这边的骨头比较凸，嘴巴比较凸，然后这个地方就会显得比较凹。他的法令纹的原因就主要是这个地方凹。那我这个时候拉上去，请问这个凹它会长肉吗？不会嘛，还是在所以如果今天它的问题是因为凹陷，会因为你拉提就凹陷就改善吗？不会。所以这件事当然要弄清楚。我再举个例比如说我太阳穴很凹，那我在这边前骨这样拉一拉线的时候这里拉，那太阳穴凹会同时改善吗？不会。当然不会嘛。对，我们现在听都觉得这理所当然。我要讲的意思是，其实在这个宇宙，这道理很简单，松跟垂怎么处理？不要紧嘛，对嘛？你看，若宁她小学刚毕业，我是形容你的外表，她都知道，松跟垂就是靠拉提来改善，流失跟凹陷怎么改善？填充很棒啊，大家都这样子好啊，不错，国中咯。那我们都知道这很简单的道理。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靠拉提来改善一下凹陷的问题，那其实是不对的。你现在听我讲觉得理所当然，可是有的时候你到有一些诊所，他就讲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有人跟你说我们拉完以后凹就会改善，不对。其实你仔细想想，这样不太对。相反的，我们更常听到有些人跟你说，那我们填东西可以拉提，填东西就是为了把凹鼓起来嘛。鼓起来会让它弹上去吗？会让它就拉起来吗？会让它变紧吗？不会嘛。我听说很多都这样子讲，很多都这样子讲嘛，对不对？那填充完又变紧，你仔细想想，填东西为什么变紧？它可能会让大家会有一个错觉。大家记得我看我们前面几集我们前一直在放那个漫画脸最近超多漫画脸的，漫画脸就是脸变成面包超人的漫画，它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理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填充就可以拉提。其实这个都是严重逻辑不对，你就算不是医务人员，你仔细想想，对啊，这样不是怪怪的。所以流失跟凹陷可不可以靠拉提改善？不行。我也常遇到有客人就会说，张医师，那我比如说我拉完额头以后，我是不是这个额头本来凹的部分、太阳穴凹的部分都会改善？不会那个要靠填充。OK， 所以第一件事要跟大家讲的，凹陷不是靠拉线就可以改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人的图你看他是不是也有很明显的法令纹？很多时候客人就说，等一下张医师，你一说那个拉提不能改善凹陷，要怎么去分辨？告诉我们一下。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客人，你看他也有法令纹，刚刚就讲，我们举例法令纹它的形成，有的人是因为苹果肌下垂这一种拉线就有用那有的人是因为肌肉拉扯造成的，有的呢是因为凹陷造成的。怎么分辨？其实你看这张图，你可以看得出来，你会发现他在鼻翼旁边这里很明显是陷进去的。现在各位拿起你手边的镜子，你看着镜子摸一下，你摸一下，你这里的坑是不是很明显？如果你这个凹坑很明显，那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这个法令纹也是属于凹陷型，你的这个凹坑呢也是要靠填充，而不是靠拉提。OK， 好，这一种法令纹我们要做的是填充。填完以后，你发现一件事，它的凹坑改善的同时，它法令纹改善。那对于某些人而言，他甚至嘴凸感也会改善。就像我每一次在很多的节目里面不断的讲，要先诊断再治疗。好，
第二个问题，这个我也很常遇到。很多人会做一件事，就是说我脸上有一些纹路，我是不是靠拉线那个纹就不见了？我们脸上的纹路其实是有分的有的纹路我们叫动态纹。什么叫动态纹？就平时还好，一做表情的时候纹路就跑出来了。你看，大家仔细看，这里有一点小小的细纹，这种就是动态的纹路那这种动态的纹路呢，就是笑的时候、挤的时候才会挤出来。好，所以动态纹指的是有表情、有动作的时候才会产生的纹路，我们叫动态的纹路。那很多人就会问一件事我这个是不是拉完线，我这动态的纹路就会改善？我举个例比如说像这个人，他就很明显是一个动态纹路很多的人。你看他的法令纹笑的时候2条，像2条什么？鲶鱼。你好机车你也有，你笑的时候也有2条。对，像这一种就是肌肉型的纹路。肌肉型的纹路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表情的时候，你看，如果你有时候没有表情的时候还好，干嘛那么假掰？做来故意做这种动作。那你看，我随便讲一句话逗他笑以后，你看他笑的时候，千年鲶鱼精的原型就跑出来了。我这样会不会被客人骂？好。就知道了。那你看他也是一样，笑的时候2条细纹就跑出来，所以他这一种法令纹就是肌肉型。我再举个例你看这里笑的时候还有一些笑纹，在嘴角旁边有一些笑纹。很多人就会误会一件事，像这种动态的纹路，我们要拉线它会不见吗？不会。为什么？我线拉一拉，你的肌肉就不会动了吗？不是嘛？你肌肉还是会动。那我今天拉线的时候，我不会拉一拉，你的肌肉就不动啊。所以这一种动态的纹路就不是靠拉线改善。我再举个例，好，我们来看，很多人都有这个眼下的细纹，特别是眯眯眼笑的时候就有一些小皱纹。那这种小细纹笑的时候才跑出来的，特别是眼睛下面的这种拉线会改善吗？不会，因为它是肌肉拉扯造成，不会因为拉线改善。可是鱼尾纹比如说若宁她笑的时候这个鱼尾纹笑的时候才有这一种纹路，不会因为拉线改善。但是有一种鱼尾纹拉线会改善你看像这一种，它这个地方是真的垂的。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我一直强调，线呢它是用来针对松跟垂，所以如果它是真的垂的，我们拉线它就会改善。那这种已经垂到压住纹路的时候把它拉线就会改善。但是如果是肌肉它收缩的时候才有的纹路，靠拉线会改善吗？不会。那下一句话就问，那张医师，这种动态的纹路要怎么解决？打肉毒。对啊，好聪明，我的天哪，天才啊！高中。对，不要大学咯，加油！好，那没有错，我们因为这些动态纹路是肌肉拉扯造成的，所以你要针对肌肉嘛。针对肌肉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肉毒，因为肉毒的原理就是放松肌肉，所以把肌肉放松，动态纹路就不会出现。这是一个方式。好，来很多人会误会一件事张医师，你刚刚说那个这些动态的纹路它没有办法靠着拉底不见可是我不是拉紧了，它就平了吗？不是，所谓的动态纹路它就是底下有肌肉去拉扯它，导致产生这个纹。好，你今天就算把它这样用力一拉，这个肌肉会因为这样它就不去拉这一块皮吗？不会，它还是会把它扯回来。所以你拉再紧，它还是会把它扯回来。所以我才说这一种不是靠拉线可以改善，这种要么就是直接打肉毒，把底下的肌肉让它怎么样，让它不会动；要么就是在肌肉跟这个皮肤之间垫一个动态玻尿酸，让它不要去拉扯的这么厉害。好，这个叫动态，所以这种动态纹路是不能靠拉线改善。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人问张医师，你刚刚在讲动态纹，我知道还有一种纹路叫做静态纹。什么叫静态纹？没有做表情会有纹路。你看，比如说若宁很年轻，但若宁脸上有静态纹，你没有发现在哪里吗？抬头一下往上抬这个地方。对，有看到吗？你看若宁也有这个。它也有这样子横向的这个横跛纹，这就是一种静态纹。这种静态纹它没有任何表情也会发生。我再举例，像有一些人他的皱纹已经很深了他的这个纹路他就算没有任何的表情我们来看，比如说像这个人
这个不是我们的案例啊，这是国外一个案例。你看它这个嘴角旁边它是有这个静态纹，那这种静态纹呢，它今天就算做了拉提，你可以看它两边脸变比较紧。这个客人是我从国外网站抓的，他做他们的拉皮手术，你可以发现他这个纹还是在。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没有用3层自打皮，3层打皮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啊。但我们要先解释，奇怪，它明明已经很明显有变比较紧了，它为什么静态纹还在？因为静态纹的形成原因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皮肤的组织，可是静态纹就是这个纹路呢，它平常就像一张纸，我一直皱它，一直皱它。让它已经变皱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皮肤啊，它本身组织已经变得很脆弱，或者是它这个纹路局部的这个地方，它的真皮层变薄，这个时候它没有任何表情，它也会产生一个静态纹路。那像横波纹好了，横波纹呢，它是我们身上一种比较特殊的静态纹，它跟年龄无关，它是先天这个局部的一整圈皮肤那个位置就比较薄，所以才形成这个样子一个静态的纹路。当它真皮层已经变薄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静态纹。所以静态纹拉线有没有效？没效，它也没有效，因为有一些人的静态纹是因为长期做一些动作。像我们这假如是脸皮，我们的手是底下的肌肉，你可能一开始做表情，一直做同一个动作一直做到这个皮肤它的纤维受损，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动作，它会形成一个静态的纹路，或者是有些地方它的皮肤它局部特别的薄，形成这样的静态纹路。那我今天如果拉线可以改善这种问题吗？不行。我不会因为拉一拉这个局部的真皮就变厚。比如说，你看若宁，我把若宁这个局部的皮我用力撑紧，你看它现在这个，我把它用力撑，你明白？完全没有变紧，完全没有。所以这种静态的纹路，它是因为皮肤的真皮层变薄造成的，拉线是没法改善。所以静态的纹路，要么你做3层自拉皮它可以改善，要么微整形有一种方法是可以改善它的。想不想知道是什么方法？想不想知道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种静态纹？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改善那个真皮层变薄？想知道吗？底下留言告诉你。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觉得心里面咦哦，你为什么不讲呢？是他害的哦，大家骂他。我真的想知道哦，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想要特别推荐厂牌是什么嘛，好像我是他们股东一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产品它很新。它也是少数可以针对真皮层的这个微整，非常少数那其他的都很难处理这个，这个可以，想知道的话你可以留言或是私讯我们可以跟你说。好，所以我讲的这些，我要告诉大家，静态的纹路可不可以靠拉线改善？不行。你听到这里，目前为止觉得拉线好像一无是处，当然不是，拉线针对松垂的效果。特别是如果你会做深层的埋线，像八字线这种做法，你会发现它的效果超乎你的想象。可是它的确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哦。好，我们再看，像有些年纪大的人，他看到这个图，他会做一个动作，张医师，我这样一拉，这些纹路就全都不见了，就以为拉完的这种静态的纹路就会不见。它真皮层已经变很薄了，你光靠拉线可以让这真皮层变厚吗？其实不行的，我们就需要用别的方式来处理。想知道怎么处理吗？底下留言告诉你。厉害哦，抓到 key point， 或者是你可以传自己的照片来，我们来告诉你这怎么处理。好，这就是我今天要破解一个很重要的迷思，因为常常会遇到客人说，不是这样一拉就全都不见了嘛？不是像你想象的这样，因为很多这样的静态纹路，它不是简单的松跟垂，对，线可以明显改善松跟垂，但是这个除了松跟垂之外，它还合并的真皮层变薄的问题。你光靠拉只能改善松跟垂，但你没办法改善这个真皮层变薄，所以静态纹往往合并了这样的问题。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超常会被误会的，很多人会误会，他只要觉得在嘴巴旁边就一定是嘴边肉，其实有些结构不是。如果大家想要详细的知道哪些问题呢，它不是嘴边肉，没有，这个有答案，这个有答案。我们有一集来，我们看一下连结，那个连结就是告诉大家有几个构造，你以为它是嘴边肉，但它不是嘴边肉。我快速给大家看，比如说 Elon Musk， 你看他嘴角旁边这里有一块。这样的动作，有一块这样，这个是嘴边肉吗？不，这不是嘴边肉，这个叫降下唇肌。
Elon Musk 的架下准机很大，不是每个人都有降下准机的。比如说你看，如果它就没有降下准机，它这里是平的。啊，这个降下准机会因为拉线不见吗？不会，我不会拉你的肌肉莫名其妙就不见了。它是你的身体的一块肌肉，是用来做表情，我们不会靠拉线把它拉不见啊。再比如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叫窝轴，窝轴是脸上7条肌肉汇集的地方。你看这个白色，这是脸上7条肌肉汇集的地方。好，我们来比如说像这个，好，我们来看像这个图，这个图在嘴角的旁边，你看嘴角旁边有一块小小圆圆的，这叫窝轴。哦，窝轴啊，其实每个人都有，但有一些人窝轴比较大。这个窝轴可以靠拉线不见吗？也没办法，因为它是肌肉。哦，我们不会靠着拉线去把肌肉切断，不会的，因为这样会很僵硬、很怪。那我们再看，这个客人仔细看哦，你看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凹陷。我要讲的是什么？有一些人啊，他这个地方脸垂垂的，好像有嘴边肉，可是你仔细看，他脸其实。这一块啊，你去拉，怎么我拉完了还是有这种好像这个地方不顺的感觉？一般正常人啊，我们这个地方的骨头它应该是这样比较平顺，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的骨头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凹下去，像比如说像这个，它这骨头这里啊，骨头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凹下去的痕迹。那当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凹下去的痕迹，就会导致后面这里就看起来好像有点垂垂的，就会像这张照片一样。好，因为这里骨头凹下去，所以你就觉得，这里好像有点垂垂的。但这一种状况拉线是不会改善。这种状况你要做的是把这里填起来。这个我们有一个词叫 pre-jaw circus，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有学问？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个人，就觉得，这里垂，是很单纯，就是觉得反正看起来像嘴边肉就要拉嘛，不是？因为有些嘴边肉它不是嘴边肉。他可能甚至靠着一点填充，他脸型顺了，就没有这种下坠的感觉了。讲了刚刚这个是常常我们遇到很多人的，他其实不是嘴边肉，误认为嘴边肉。更详细的内容，大家赶快去看那一集讲的更详细。那还有一种状况，拉线也不适合，就是它里面的组织太空了，它里面很空虚。比如说他大量减肥以后，里面的组织很松，是虚的，或者是他的胶原蛋白流失太严重了。举个例，我有时候说拉线有点像是这样：假设今天有一个石头它掉下来了，我这个线假设是铁链穿过这个石头一拉，哇，它就上来了。但今天呢，如果这掉下来的不是石头，是豆腐，铁链穿过豆腐，铁链一拉，豆腐留在原地。因为太空了，比如说像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你看暴瘦、皮包骨，或者人家瘦太多，很常遇到很多客人来，之前减肥减得太瘦，哇，整个里面就很空了。那这种靠拉线效果会好吗？其实也不好。那很多人说那怎么办？这种状况呢要怎么办呢？第一个啊，如果你暂时不想要手术，你要先把里面这个很虚的、很空的，我们要把它补充一些回来，让它比较结实一点，再来拉提。比如说，你可以打童颜针、打维贝拉这种，让它里面的组织比较结实，这个时候再拉线来，它效果就会很好。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我就是不想要脸再通，但是我受不了这种突然间减肥或是怎么样，这个里面流失的太严重，那个松垮的感觉，哇，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手术的方式，3层次拉提就会改善这个问题。其实我今天讲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状况，我其实要强调的并不是说拉线没有效，相反的，大家会叫我线王，就是知道我做很多线，知道我把用线解决很多问题。可是我也要跟大家说，你今天去一个诊所，听到说埋线现在好像很流行、很厉害，你要先判断你适不适合。这几个就是避免你踩坑，你先自我诊断。相反的，你今天看这个诊所，那专不专业，或者是诊所是不是要乱卖东西给你？你自我诊断以后，你去看对方有没有看出这些问题来。如果他看不出来，他看不懂，你反问对方，他不知道，代表你懂的都比他还多，他没有办法处理你的问题。Hello， 欢迎来到波医美新知，是吗？对，我们欢迎张帅的张医师。好，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这样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关于线条，给大家一些知识哈。什么叫八字线？其实只要在做线的医师，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大陆，很多人可能没有看过我怎么做，但是一定也听过。因为这八线其实是我们的专利，它有很多跟一般做法不一样的地方。哪里不一样？
对，大家会问哪一部呢？而且大家都会这样觉得，对不对？或者就随便取个名字，反正大家都乱取名字嘛，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做线超过15年，为什么叫八字呢？待会会跟大家解释啊、大家会看到我们上面会写一个3代八字。那所谓的八字哈，它其实就是它跟一般那种只是直进直出或只是一个曲线。它为什么叫八呢？就是上面呢固定的地方一个环，下面呢固定的另外一个环，上下各一个环，所以就是一个八。哦，它是这样来的。为什么叫3代？因为这15年来哦，这种八字线它的做法会比一般的线雕都要强大很多。你看外面很多的线雕，它常常在拉，我常听到客人做完线雕总消了就没效了，没感觉。对。就几个月而已，就吸收掉了吗？不是，因为它脱钩了。脱钩。哎，待会解释给大家听。一般的线呢，它的做法就是只是利用那个线的导钩去勾住。可是这种只利用勾住的方式，就很容易你吃饭讲话做表情动一动，那个钩就掉了，很容易掉，就脱钩了。八字呢，因为它是用环状去固定，上面固定，下面固定，所以它效果就强很多。那为什么叫3代？因为这15年来，我们就不断的改善、增强它的疗效，让它效果更好、更强，来降低它的一些问题。因为早期八字现在虽然很强，可是肿胀啊、凹凸啊，可能对有些人是个问题。那这些问题，我们就随着经验的累积，我们就不断的去改进技术，然后到这个3代八字呢，它现在就很稳定。所以叫3代，对，因为以前最早出来叫做八字回零线，后来改成叫2代八字，2代八字，然后后来又改成叫3代八字。那很多人会说为什么4代八字啊？目前看，因为有点困难，因为这个我们这技术现在3代八字已经做好几年了，它相较呢它非常的稳定，它效果呢也很好，所以目前就不太可能会有4代八字这个状况。是，因为这个技术的跟进呢，都是为了要解决一些问题。但如果这个技术它很稳定了，我们一般就会趋势的使用它，让大家变美。那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底什么叫做3代八字，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跨3层。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我们的脸哈，你看我的脸，我们这个影片啊，我们花很多心血去做，所以常常都有盗用。我刚刚又看到了1000诊所盗用我们的3D 图。是啊。嘿，现在有一种骗人的东西，像什么无痕筋膜拉皮，他就骗你说，它什么高科技的拉皮手术，但只有针孔，其实它其实就是拉线，它就是拉线，只是它包装成好像是手术，跟你说这比较持久，让你用手术的费用来，实际上你做的是线，但你付的是手术的费用。好黑哦。因为刚刚也是客人拿给我看，他盗用我们的图，然后就我们早期的图，他就说很奇怪，这个广告他做的好吸引人，因为它里面都不讲清楚它是哪一间诊所，他们常就写台北什么无痕筋膜拉皮，他都不讲是哪一间好诊所，那你觉得很奇怪，那你有兴趣的话就叫你私讯，你不就觉得很诡异吗？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诊所，什么都会讲我是哪一间诊所，我是什么医生，然后最有趣的是所有讲这种的东西，那个医生都戴着口罩。很奇怪啊！你是医生，你出来讲这个，你应该露脸正常，你讲的是诊所正常，他都讲得不清不楚。对，用什么东西做？这我们的专业技术啊，不能录影给你看。就像我录一之前都没有，你要录影啊？对啊，很重要啊。就是如果你今天做手术，你应该录影一下，那代表说你真的有做啊，不然一个针孔怎么做手术？那当然其实它就是拉线，它就是拉线，然后它让你搞不清楚是哪一间诊所的时候，你后面发现被骗的时候，你也没办法骂他，或者是这些人想去看这个技术的评价，说我找不到。对，而且你去看，懂不懂？像这种做这种广告，很多都是那种 short 啊、Instagram 啊，留个言以后就不见了，你之后觉得不爽，你都没有办法去给他评论什么。这种其实就是另外一种一页式广告的诈骗。但回过头来讲啊，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就是我们脸其实分3层啊，第一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第2层是筋膜，再来是一些深层的构造。那一般拉线呢，它强调都是大浅层。就是只有针对你这个皮的部分，可是我之前的影片有说过，特别是华人哦，华人很多人他的脸是垂的哦，你摸他皮他没有很松，他的问题是出在筋膜还有深层。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用埋线改善，你只是做一般皮肤这一层，它的效果就很不理想。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到深层，做到筋膜以内的地方，你才有办法改正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构想全球第一个开始讲用线做深层应该是我，所以大家看我那个我一天到晚出国演讲，来过我诊所看到整排的那个奖状。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是我开创的嘛，所以我就到各个地方就去讲这个深层埋线的技术。那3代八字其实不是只有深层埋线，它可以同时做到浅层筋膜跟深层3层的。那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样？其实这个不是一般办法把它做，它需要用到特别的器械。等一下后面我给大家看，你没有这个特别的器械，你是做不出这个3层。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有办法做这个？因为它就需要专利的器械。好，待会最后面再给大家看。好，那做到3层，它最大
大好处就是它不是只有改善皮肤的问题，筋膜跟深层都可以同时处理得到。特别是有很多的人，他在老化的过程，我可以只靠意念只老外面那一层吗？当然不可能啊。常常都是一起老化的，所以从这个浅层到深层，我们都要一起处理，它其实才会比较自然，效果才会比较持久，会比较好。哦，好。第二个哈，那现在三代八字呢，它要进展到不一样，同样是在做环，我们呢就会做这个环的时候，会用套索的方式来做。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套索。我们的线在里面绕的时候，像这个样子一拉，好，上面再一个这样的套索，好，所以就这样一个的套索就是一个疤。那我借由这样子一个套索，我不需要打结就可以做到固定。就像比如说这里有一只马，对，套索套住。这个马怎么跑都挣脱不了，这就是套索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它一直往下垂，然后我做一个套索把它套住，它一直想要往下垂，它跑不了，因为它可以固定得很好。好，我们再看，就像这个，这就是你要掉下去的深层组织，它要往下掉，但是借由这样子的套索，它怎么掉？它反而越掉抓得越紧，它就可以固定的越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重点，如果你今天用传统的方式去拉线，它靠的是像这样的导钩，那这个导钩可能你讲话做表情动一动，那个导钩就啪啪啪啪啪啪就脱钩。所以有很多拉完线的人说，哦，但是我知道，我去做过那种一般的，做完以后我哈哈笑，咔咔，吃个饭，会有声音哦。真的，因为就那个导钩脱落了。就这样咔咔几天以后就掉下来，但套索就不一样啊。这个套索呢，它就可以帮你固定的很好。我们再看哦，我们再看这个影片，你看这个画面啊，这个影片的右手边这个就是用一般的这个只是靠导钩的，那左手边呢就是用套索的方式。那靠导钩，你看做表情，它动一动，它这个就会慢慢脱钩，就掉下去，而套索就可以非常的牢，固定的很好。而且有一个重点，我刚刚不是说我们脸分3层吗？你看以这个图。这个就是皮肤、皮下脂肪，这是浅层；红色一层是筋膜，蓝色的这一层是深层的构造。你想想看，我们人在老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些就越来越松垂。好，我这里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到底松垂是怎么来的？脸要做表情，做各种表情。你的身体不需要做表情，那边动来动去，所以我们身体就很简单，就是皮肤、肌肉、骨骼而已。但我们脸除了肌肉跟骨骼之外，在肌肉跟骨骼的上面还有分这3层：皮肤、筋膜，还有这个筋膜室这3层。好多层。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3层可以互相滑动。你才可以做表情啊！这3层是让你做表情用的，这很重要哦。可是年纪大，这3层互相滑动，滑动久了就走山，就一层一层往下走山。所以浅层走山叫松，中间那一层筋膜走山叫滑，深层走山叫垂。所以它是这样子来的。那我们用套索的方式就可以把这3层串在一起，这样子就可以让3层之间不要过度走山。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套索它的好处。所以套索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不会轻易掉下来。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我们藉由这样子，它让每一层之间它可以互相固定的很好，不会那么容易走山。而且这种套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运用。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脸这样分一层一层的，这个绿色代表韧带啊，蓝色是筋膜，是深层的构造，红色的这层代表筋膜啊，在上面的这一层就是浅层。一般浅层的埋线就是走在这里。走在皮肤跟皮下脂肪这里，那我们随着老化的时候就会走山嘛。浅层埋线就很单纯，就是想说我就这样拉，可是这样拉，把这个皮肤的组织这样一拉，拉完以后就鼓在这个地方，就通通都堆在旁边，所以浅层的埋线很容易有问题。拉完颧骨变得更大，脸变得更宽。所以很多人拉线拉到后来会害怕，就是我拉完以后对下垂有用，可是拉完以后脸变大变宽。所以用3代8字捆在一起的方式，它拉完就不是像我们刚刚这样的。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这样，浅层埋线呢，就是走在皮肤的这一层，皮肤这一层一拉就把这些东西通都堆在两边了。可是3代8字不是，3代8字是这样子，把它整层3层这样子用套索套住，那它的结果就不是推到两边，它是把这个松散的寿司把它固定，把它紧实。所以比如说你今天拉的是苹果肌，不是像一般的拉板就堆在这个，而是让它变得紧实。贴合，做下脸也是一样，所以脸是变小的，而不是变宽变大。好，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不要你变紧以后就有脸变宽变大，这样不是你要的啊，对不对？3代8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跨韧带，这一个一个图钉代表的是韧带。蓝色的这个叫眼眶固定韧带，黄色的叫做颧弓韧带，这个叫做咬肌前韧带，叫面额韧带。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东西？什么叫韧带？韧带就是把我们脸上的组织钉在骨头上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脸皮、你的筋膜、你那些组织为什么可以连在脸上？用怪干吗？它是怎么长在脸上的？就是靠这些韧带把它钉在你的骨头上。所以韧带是用来连接的一个东西。好，但是也因为韧带的关系，如果今天你拉线，像现在外面有很多拉线，它只拉侧面，拉这里，好，然后这里都没有拉。我告诉你，这种拉线方法有什么问题？它有一个很大好处，它都不会肿，因为它就只做侧边啊，这里都没有做，所以这里当然都不会肿。我跟你讲，一开始是有效的，可是这个效果很快就没有。一般这种没有做到内侧来、没有跨韧带的拉线，维持时间很难超过3个月。为什么线没有跨过韧带，效果不持久？我们来看这个图。我刚刚不是说韧带就是把这些组织钉在骨头上吗？假设这个是脸皮，这是脸上的韧带。我们的这些脸皮跟韧带就是靠着这个韧带钉在骨头上。对，如果你今天线没有穿过韧带，你会发现一件事，你这个皮怎么拉，筋膜这怎么拉，这里都很难真正的被你提升上去。因为韧带钉在这个地方。是。好，我再用个动画给你看，更容易懂。这个韧带就像是我们脸上一堵一堵墙，这个下面是骨头，好，这下面是骨头，这上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啊这些组织，是这些皮肤组织就靠着这些韧带呢固定在我们的骨头上。讲的再更容易懂一点，我们的皮肤啊筋膜就很像是这个天花板跟屋顶，你的天花板跟屋顶是凭空浮在半空的，怎么可能？不可能嘛，对吧？那这些天花板跟屋顶是怎么固定在那？靠着墙壁固定在地板上的。地板就是骨头，这些韧带就是从地板长出来的一堵一堵墙，它的上面再去承接我们的筋膜啊，承接我们的皮肤，就很像墙壁承接着我们的天花板跟屋顶。对，这样可以理解。可以，这就是韧带。那如果你今天这个线在拉的时候，你没有真的跨过这个韧带去拉，你会发现你那个线的力量会被这个墙挡住。就拉不起来。对，我要讲总结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今天这个线，他告诉你说，请问一下你这个线我这个苹果肌下垂，你这个线是只拉到这里，还是拉到这？我再问一个更简单的道理，你的线只拉到这里会比较有效，还是拉到这里会比较有效？比如说我们看依林苹果肌很大。好哦。啊，这个不是苹果肌，这应该是西瓜等级的西瓜肌，比较大一点。那你看如果我今天拉这里，拉这个地方，有上去一点，可是跟我直接把线拉到这里，哪一个力量强？很明显嘛。很明显。对啊，你只要是人类都判断得出来，这线拉到这里会比较强。对。所以线一定要跨韧带，而八字线它可以跨韧带，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3代八字一个特色，就是跨韧带。再来，3代八字还有一个特色叫双股螺旋。什么意思？我们一般拉线就一条一条这样。对。可是3代八字它不是这样3代八字线它在拉的时候是线的两头直接同时进去，就像这样，我们两头会这样交缠，对，一起进去拉。那它有什么好处？坦白说，它对我最大的问题是我的成本比较高。好哦，真的，每次客人问我这样几条，其实我们一般呢，你知道我们诊所都是在讲要几个八啦，对，我们都讲几个八。可是客人有时候听不懂，所以有时候客人问我几条，我说好就几条。其实你知道，我每一个八字线是2条线进去绕的。所以有时候我跟客人说，你下脸要3个八字的时候，其实是用6个进去绕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八，每一条我进去是把2条线像这样缠绕的方式进去，在里面绕成8。为什么这样的好处？第一个，2条线缠绕在一起，它一定更强韧。第二个，有一个重点。在这样缠绕的过程中，你的组织就很容易跟这个线结合，这样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更稳固，就会更持久。这就是双股螺旋。好，3代八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先诊断再治疗。其实我所有的影片我都一直在强调这件事，要先诊断再治疗。对，很重要。你今天咳嗽，你没有诊断你是感冒还是 COVID 还是肺癌，你就管你的，给你开个止咳药，那是不对的。我们都知道，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对，你要变美也是一样我就变老，我就松垂了。你要判断你是什么地方松垂。我举个例，比如说大家一定最常遇到就是嘴边肉，
这个世界，有的人喜欢你的脸是小的，喜欢脸是大的，有的人希望你的脸呢是有点圆圆的可爱的，有的人希望脸是 V 的，当然没有人希望你脸是垂的，没有人喜欢脸有嘴边肉。没错。可是你知道，嘴边肉我们大家都叫嘴边肉，可是嘴边肉是有不同的原因。我来看一下，有的嘴边肉呢，它是因为皮松，好像这样子皮肤松弛，这是第一型的嘴边肉。有的嘴边肉呢，它是深层的夹子垫掉下来，就会有一坨东西啊，就是像这种第二型的嘴边肉，它是球状的夹子垫掉下来，像这样有一坨的。这个我们有特别一集在讲什么叫做三型嘴边肉，赶快上 YouTube 搜寻嘴边肉。那第三型的嘴边肉，它最主要是筋膜的下垂。那这三型嘴边肉它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是。而且有很多人他是混合的，他可能是第一型加第二型，有的是第二型加第三型，有的可能三型都有。那你的处理的层次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诊断完之后，我刚刚说的3代8字可以做到3层，那我们就可以针对哪一层特别严重去加强，这是可以个别加强。所以我一直在讲啊，其实我们是医美诊所，我们是整形诊所，我们不是流水线工厂。现在很多诊所进来，我们最近有什么特价啊？你要不要买个套组用那个做啊？他没有管你是什么问题，他只是告诉你这比较划算，或者是他就跟你讲，就做这个机器吧，先试看看嘛。心里面想没效，我再叫你做，这是不对的。3代8字我们讲这么多它的优点，它的特殊做法，那它其实就需要这样一组的专利器械。这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8字盒。那里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专利器械哈，那这个器械其实里面的这些材料啊，都是经过卫福部认证合格使用的。它的这个器械，我们用的等级是植体等级，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心率调节器装在心脏了，那就是一种植体。虽然这个只是我们拉线用的器械，我没事不会把我拉线的器械放在你脸上，留在你脸上让你带回去，不会啊。首先这个器械很贵，我不会让你放在你里面让你带回去。但我要强调就是说，我们连这种器械用的它的材料等级都是非常好的，这种非常好的等级的材质的器械才有办法去完成这种特殊拉提的技术。我们所有讲的东西都是 evidence-based medicine，都是实证医学。我不喜欢那种话术，所以我们的诊所员工我也都跟他讲，不要去唬烂客人，因为你唬烂了他一时，但你唬烂不了他一世。没错。好。Hello， 欢迎大家收看《打破医美缪斯》。A few moments later， 今天累格那就对网速比较慢嘛。对。嗨 ，Hello， 今天来填坑。就是我们之前有讲，我们要做一系列呢，跟大家讲什么东西是最新的啊，什么东西其实只是话术嘛。我们上次讲了，就是关于拉皮这100年来的历史，回顾了上百篇的医学论文然后帮大家整理出来。超酷的，一定要去看。你们前半段不是说很无聊吗？没有，我听超仔细的真的，我超入迷的那大家一定要去看哦。整个拉皮的眼睛，它历史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也很特别。线雕的前世与今生。我第一次讲这个题目在什么场合，你知道吗？不知道。在上海，那个时候上海他们办一个非常大的医学会，他们就是把全大陆10个很大的整形的医学会合在一起，用一个特大型的医学会。这种大型的医学会，他们会做 open review， 他会在每个领域找他们觉得最强的人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呢，在过去这几年它有什么变化，现在又有什么新的进展。我应该是唯一一个台湾人去讲的啦。那我讲的关于就是面部提升，其中有一年我就是跟大家讲面部提升里面关于线过去这几年它的历史、它的进展，还有它的进步一样哦。今天的这个节目我帮大家回顾了上百年的历史，上百哦。对，上百年。哇，线雕有上百年吗？对啊，感觉是近几年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的。民众不知道没关系，可是有时候有些医师也不知道，就显得无知了。有些医师他会说：“哇，这个线雕我发明了一个新的技术，一个新的方法，一个新的路径。”然后我一看，我想说，这个20年前就有了，因为你没有去回顾文献。所以我很强调一件事如果你看之前我的影片，我一直说我们在做医学的人，我们必须要 update and upgrade， 你要一直更新。但是对于过去的东西，你要很熟悉，不然很多时候就会犯了这种事。明明这个很早以前很多人用过的方法，甚至它已经被淘汰了，你还很得意说这是新的方法。我
们要开始今天的主题哈，线雕的历史。第一个哈，从1907年、1911年那个时候哈，才正式开始在一些文件上面提到，我们面部回春，我们要用医疗的方式处理。那在1956年呢，他用线去改善下垂的脸颊，改善法令纹、木偶纹哦。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观念的哈，只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影像记录哦，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用的。1964年呢，阿卡莫他就发表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在线上面做导钩来做悬吊，哇，原来玫瑰线1964年就有人提出这样的概念哎，原来这么早，很早就有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时候的线，哦，你看是不是很酷？很酷哦，这个是幻想的啦，哦，做不出来。当时的技术是没有办法把线做成这么细密的哈，但是呢，他们有试着自己在线上面雕花来做一些悬吊。1967年呢，哈，在线上面雕花这样子的方式啊，临床上真的开始有人用来缝合一些韧带啊，或是一些受伤的组织。常常会有客人说，哇，那个导钩线不是这几年才有的吗？没有，导钩线1964年就有咯，临床上就开始有人用咯。只是他们那时候导钩线都是自己手工雕的，就比较粗糙。我们再来看1970年，Ren 发明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 Curl Lift， 很有名哦，合并着一些手术的方式，开一个刀，然后进去用这个线在里面勾，跟现在有一些拉法已经有一点点像咯。50年前呢，不过这个时候他用的线呢，其实并没有很强调它的导钩，因为工业的技术还没有办法大量量产，就算线上面有导钩，也是自己雕一下，就不是很漂亮的导钩线。在1983年、1984年这个时候呢，开始有人用的是不可吸收的线。1983年他们用的这种不可吸收的线，它其实呢还是有点像是用缝的方式这样去做。这个不可吸收的线呢，上面也是有一些导钩，但是这个线开始有工厂去商业量化是什么时候开始 ？George Ruff 1992年，我跟他一起同台过，因为这 George Ruff 有一个导钩线叫 Quio 台湾也有他等于是早期 Quio 的一个股东，但是他一开始用的这个导钩线呢，它是用不可吸收的。会跟你的组织一直存留在那个地方。这种不可吸收的线，它的材质就有好几种，比如说nylon，比如你有听过黄金线，黄金线欧美是比较没有在用，最主要是日本在用。它效果有没有？有哦可是它有个问题，有些人他会过敏，过敏就惨了，因为它是不会吸收的嘛，要拿出来就有一个方法开刀。没有买之前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过敏嘛。后来又有一种更稳定的不可吸收的材质叫 Prolene。它原本是用在骨科啊、缝合骨头的这些材质啊，因为骨头要很稳定，所以用不可吸收的线。这个材质其实跟身体是可以完全相容的，但是它不会被吸收。所以一开始呢，像这个 George Ruff 他们那个时候做的线呢，它用的是不可吸收的线。这个中间呢也有一些进展，有一个很有名叫 Therdave 它的线长得像这样，很像橡皮筋的，那个线是有弹性的，所以它这个线的拉法很特别，它就是在里面绕圆圈，然后像绑橡皮筋一样把它绑起来，对，就是用这种方式。它这个线是没有导钩，30年前在欧洲非常的流行，可是不适合东方人，因为它的做法基本上都是3点或是4点式的做法。简单讲就是它都是绕一圈绑起来，然后让它鼓起来。很多人做完颧骨就会比较高，脸颊容易变宽，所以这个方式东方其实就不是很流行。不要说各位你没有听过，很多医师他没有像我们专门在做这方面，他可能就没有研究过。他不像我，地球上的线我都会拉，因为我也常常出国，所以各式各样的线我都接触过，各种拉法我也都会，所以很多方法我都剔除掉，因为不适合东方人，然后一直 modify。再我们继续看。接下来是20年前，大概2000年、千禧年那个时候，最主要用的线还是不可吸收线。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呢 ，George Ruff 他用的是不可吸收线有导钩的，也有人用不可吸收线没有导钩的，就变成有2个流派了。所以拉线有分导钩跟没有导钩，它的做法是不一样。但是在千禧年，就是20年前那个时候，主要都是以不可吸收线为主，大家都统一用一种线材。刚刚说的 Prolene 用来缝骨头，这个 Prolene 有在用有导钩，又没有导钩。可是大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线它不可吸收，会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一直有效，医生就不能赚钱不是啊，不是这个问题啦。本来大家想说这个线它不会吸收，它一直留在里面，它不是就可以吊着吗？这样不是很好吗？如果它掉下去了，我再把它从同一个伤口打开再拉一下，它就会上去了，不是很好吗？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个线它虽然不会吸收，可是随着时间它就没有拉提的效果了。为什么？随着时间啊，那个导钩会随着重量会翻向。本来它可以勾住组织的，后来它慢慢被翻向，它就勾不住了。你再拉也没有用。本来没有导钩的，它的组织可能会被线切过去，它就撑不住。所以发现你用不可吸收线，它的效果还是没办法跟手术比啊。它的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久，是不是我们就要换一个方向？于是呢，2002年，俄罗斯人发明了可吸收的有导钩的线。这个时候人们就开始改观。那这些可吸收的材质里面呢，这个牌子就是最早叫 Aptos 的一个牌子。它的导钩线大概有几种了哈，这是它一些拉提的一个方法。你仔细看这种曲线啊，或者是一些回旋啊，或者是一些小回纹针的方式，我告诉你，这20年前就有了。好酷哦！所以那也不是什么新的方法啊。这个时候除了导钩线之外，同时2007年那一年呢，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什么？叫铃铛线，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它为什么叫铃铛线哈？因为它这里打一个结，后面有一个小铃铛，是不是很像铃铛？铃铛线是台湾的说法，大陆那个时候叫小帽子。铃铛线它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哦，它这个铃铛很大，应该可以勾得更牢，所以那个时候都很流行。这个铃铛因为它导钩很大，所以后来发现有些人他在做的时候，如果你拉比较浅，那个铃铛就容易一颗一颗凹凹凸凸的。那有些人说，拉埋深一点啊。可是铃铛因为它很大颗，它没有办法穿过筋膜，它就是只能埋在浅层。于是2008年跟2010年呢，铃铛这么大颗，它有一些问题，我们就刚好走颠倒，我们就是走这个小巧可爱的小导钩，一个叫做 V-Lock， 一个叫 Quio。这两个材质呢，它刚好用的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可以吸收的。一个材质用的是这个 PLA 材质，另外一个用的是 PDO 的材质。大家听不懂的是什么？但坦白说，临床效果差不多，都是1年内会吸收的一种线。它们的特色就是它们的导钩都是属于小导钩的，听起来也很好。我们这些线早期也都用过，后来发现有一件事，这导钩太小了也不行啊。它大概3个月以内，那个导钩就吸收了，勾不住组织了，那效果当然就不是很理想。2011年从韩国开始，突然间剑走偏锋。刚刚说铃铛线是大导钩，2007年、2008年、2010年呢有小导钩 Quio 跟 V-Lock。2011年韩国就说，我就是用没有导钩，但是呢，我用一大堆很细的线，就像蜘蛛网一样，里面给你一张脸戳个100针啊，这个线是会吸收的，它在吸收的过程中会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有没有？有，它对于刺激皮肤的胶原蛋白是真的有用哦，可是它在拉提的效果上很不理想。因为这些线呢，它最主要是埋在皮肤的下面。可是呢，你知道我们这12、13年，我们都很强调一件事，脸有3层嘛。第一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第二层是筋膜，第三层是深层的组织。我们人下垂的关键是在于筋膜跟筋膜下，皮肤本身不是我们东方人主要下垂的原因。所以像用这种方式它可以让你的皮比较没那么松，可是它没有办法让你筋膜跟筋膜以下那种垂的问题做改善。那一阵子很流行我告诉你什么地方最流行用这个方法？哪里？很多美容院，就是他不是医生，他就会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很简单啊，它就很多的细线有没有，就是毛起来脸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把你的脸那边而且因为它就是你只要有手就会擦，一直擦，把你的脸当做那个布一样，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操作很简单啊，顶多没效啊，没效才是最贵，对不对？花一堆钱就没效。会有人开玩笑说是这种就是刺猬疗法。最近还有人在广告新的线条的概念，新的方法没有啊，10年前就有，而且慢慢被淘汰了。有看这个影片，你就可以去跟他说，这2011就有了。所以真的，其实这个行业有很多的话术要很小心。好，经过了这些教训，从大导钩、小导钩到没有导钩，大家发现都有改进的空间。于是2013年之后呢，出现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叫做压模线。以前的那个线，它上面的导钩像假如这是线，我在上面切一刀，切一刀，切一刀，它就翘起来，翘起来，翘起来，这就是这个导钩。那压模线不一样哦，压模线是像是这个是线，然后它长出来一根一根长出来的，不是你砍进去的。我再讲一个例子更容易懂，有一棵树干。以前的线就是这个树干，我用斧头在这个树干那边砍一刀进去，它是不是就有刺跑出来？那就有一个问题，这树干是不是很容易断？中间就变细了嘛，就容易断了。这种状况，不管你砍进去的是小的或是大的，都会有问题啊。
后来就衍生出来，我们不要去砍那个树干，树干那个树枝是长出来的，那你的树干本身是完整的，是不是就比较稳固？2013年出的叫 Stratafix， 中文叫做鱼骨线。2016年出了另外一种更新的压模线，叫做 Mint， 在台湾就叫神力拉提，所以它的演变是这个样子的。你看这个表哦，你看我还把这个网址都有兴趣的可以跟我要啊。如果你是医师要跟我要的话，自己去念书啊，没有啦，开玩笑。那你对名目比较好。这个就是给大家看美国 FDA 它核准的线材，或是国外比较有名的。所以简单而言，你看我还做了这个东西。1964年开始有人提出导钩的概念，1980年最主要是手术搭配线。1990年到2000年开始有人用平滑线，2000年之后主要用的是不可吸收线，有人用没有导钩，有人用导钩的，效果不错，可是没有你想象中说它线不会吸收，是不是就可以维持10几年？没有，所以很多人就想说，既然这样，那我们还是不要让这个线留在你的体内，我们还是用可吸收的。所以2005年之后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线。这里面我顺便提一下，2000年这个时候其实是线的战国时代。它线不是这5年才有的吗？什么线的战国时代？这个是在世界的舞台上。那个时候你知道有超多厂牌的，5年之内，像雨后春笋，好多厂牌，很多大厂也投入线的制造，很多被淘汰，很多人被下架。所以2005年之后呢，就只剩下几个比较有名的牌子。2007年的铃铛线，2008到2009、2011年这3个线。接着呢，2011年就是我说韩国刺猬疗法。不过慢慢被淘汰了以后，2013、2016年以后开始就是压模线，所以它整个线的演变历史是这个样子。刚刚是站在整个世界在医学的历史上跟大家讲，那台湾线拿到证的历史是这样，像 Quio V-Lock 这就属于小的导钩线。虽然我刚刚前面讲铃铛线很早就有，但是台湾比较晚出来。然后鱼骨线是105年，提美拉它也是切割线，是台湾自己做的。Mint 它是神力拉提，去年刚拿到证的。你看我还把它找出来看，卫福部的一些证，看给大家看什么时间制造出来的，它能拿到证的。所以你看医学美容它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医学才是主体啊。可是很多人都会用话术去带这个，我很讨厌话术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我影片，应该都知道我很强调 evidence-based medicine。你看我连这个都踩给大家看，就是说讲什么话都是要有证据。不过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件事，我今天介绍这个是线的历史，对不对？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真正的重点，不是你用什么线，最重要的是医师怎么做。线它很重要没有错，可是它的做法如果一样用的是20-30年前人家已经淘汰的做法，那有什么用？所以今天我们用最新的线没错，可是最重要的重点还是医师怎么做。什么才是在技术上真的突破？我昨天不是在开国际的线上会议，他们都常会来听我讲一些我发展出来一些关于线的技术。那我们拉线的方法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有兴趣欢迎看我们以前的影片。3代8字跟一般的拉法不一样，它是真正的环状，环状它很重要。如果你这个线它要导钩，你如果是这样直进直出，或者是你是曲线，或者是你是闪电状，或者你是回旋状，我告诉你都有一个问题，这个导钩只要吸收了，它都会脱钩。只有真正的环形，你就算导钩没了，它也不会脱钩，因为它就是一个圆。而且3代8字已经不是单纯的环状，我们用的是套索，上面一个套索，下面一个套索。这种套索的好处就是你越往下垂，它就锁越紧，锁越紧，所以不是单靠导钩。这样它才有办法持久。第二个，我们不是只有做一般浅层筋膜上，我们强调中间那层筋膜还有深层的筋膜下都要做。那这个不是一般医师有办法做的，因为你要有办法做到深层，你本身一定要对解剖很熟悉，手术拉皮你也要会做。你没有办法做手术拉皮，你就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做到深层的。那为什么深层很重要？你的老化又不是只有浅层的老化，一个人老化一定是浅层也会老，中层也会老，深层也会垂嘛，所以每一层都要处理才是完整的。再来就是每个人脸型跟状况不一样，如果你就是用那几招拉是没有用的。那3代8字有21种拉法，甚至我常同一个人我们两边的脸拉法就不一样，因为为了调整脸型，这些都是3代8字跟其他技术不同的地方。所以每次客人问我你用的是什么线，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现在出了什么最新最好的线，我一定就是用那个线了。
所以不同的时期我用的线的确会是不一样的。重点是怎么做？那不同时期我用的线不一样，很简单，在台湾，他只要是新拿到证的或是比较好的，他们基本上都会来找我啊。大家都叫我线王嘛，所以他们都会来找我，要我提供意见呐，或者是请我当 KOL 或者是当 speaker 这些，或者是一些线雕的比赛都会找我去当评审哦。所以各个线我都会用哦。那我诊所都一定是用当时最新的线，但是重点是怎么做。我给大家看的这些历史，就是要跟大家讲，其实线它的演变是这个样子，最重要的是怎么做技术。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打破医美缪斯。今天呢，我又是来破解话术的系列。很多人想说，哦，线雕啊，或者是线性的提升。是这2、3年开始红的一个疗程哦，其实不是，我自己就已经做了10几年，只是10几年前台湾有在做的医师非常的少。我们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不管是线本身的材质或者是技术，都还要再改良。线呢，它的原理是这样，不管你是什么牌子的线，线上面呢基本上就是有导钩，或是有这个小铃铛，一端呢勾在上面，一端勾在下面，99.99%的诊所都是这样做，顶多有一点小变化，一点曲线，或者稍微有一点曲折，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勾住。10几年前做的时候，一觉得哇，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那个时候只有所谓的电波，音波都还没有出来，一代电波那个时候力量也很弱，觉得没有什么好方法好提升，去打肉毒提升，那个效果术前术后照也看不是那么明显。那有时候去打玻尿酸提升，那不是真的提升，那是一种 tenting， 做出来对于一些真的比较垮的效果都很差。像这种直径直出的线，后来发现问题来了，做完以后，哇，有时候表情一动啊，讲话吃东西，它就会脱钩，就掉下来。拉完拍啊，好 V 哦，参加英会好 V 哦，跟人家聊天，哈哈哈，啊，咚，线断掉了，或是脱钩掉下来，你看那多恐怖哦，真的会有这种事哦。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不 OK， 为了要改善这个方式，我真的是人家说走遍大江南北，我不是。我是走遍五湖四海啊，各个州啊，除了南极洲跟非洲没有去，我基本上大概都去看了各式各样流派，然后找一个方法最适合华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代八字，在做一代八字的时候就慢慢的演化，因为我对脸部构造比较熟，我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人的脸有分3层，皮肤、筋膜、深层。这个线我们不能只做浅层，人的老又不是只有皮会松你底下的筋膜也会垮，对，深层的组织也会垂，所以就开始发展深层的拉提。事实上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说它还是有一些限制。一代八字做了5、6年，又衍生出了2代八字。2代八字做一做，的确比1代八字好，但是又发现有些问题它解决不了，后来才衍生到现在3代八字，它才变成一个是我觉得它很稳定，然后它可以解决很多以前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一直说医疗这个东西它是需要 update 还有 upgrade。如果你一直守旧，你一直用旧的方法，那是不 OK 的，对患者、对求美者不公平。不过这2、3年开始有很多的医师、很多的诊所开始接触线雕，对，我就发现越来越乱，开始有很多的话术。那我们就收集了一下我们常常听到，所以我一开始听到我都很惊讶、震惊第一个我们常听到，可是其他诊所说线可以维持3到5年。对，有听过对不对？哇，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只好拿出这个卫福部的这个线，它就1年就吸收了。因为线会刺激胶原蛋白增生，所以可以维持3到5年。这篇医学论文是我的好朋友写的。这动物实验呢，它就是把这个线插到实验用的猪，插在这个组织里面，它会刺激胶原蛋白。那这个胶原蛋白它维持的时间，每个时期线呢，它本身大概1年左右会吸收，但是它刺激胶原蛋白的部分是不会超过2年。3代八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除了可以做深层之外，它可以同时拉深层、浅层跟中层。那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拉的时候，它这样的一个环形的构造，它是一个真正的环状，真环状。因为外面有假的话术跟人家说他们是环状，它其实就只是把线在里面用一个曲线，那不是真的环状。真环状为什么很重要？因为真正环状才有办法做出这个套索，它才有办法把组织锁紧，才不会很容易就脱落。即使是这么强的拉力，这个线1年多还是会吸收。后面线会刺激胶原蛋白增生，所以它维持的时间是不可能超过2年。只要有人告诉你这个线它的效果可以维持超过2年，我告诉你，它只是骗你。它只是要让你觉得物超所值，微整就可以达到这么长久的效果。好，
线可以取代拉皮，有一些状况是线没有办法取代拉皮，像这种状况赘皮太多，这种状况拉线会有用吗？线它基本原理就是把它勾住，或是我们环形把它套住，但是它会把这些多余的组织消失吗？这个魔法才做得到，连魔术都做不到，何况是医疗。而且像这一种赘皮很多的状况下，你去拉就会凹凸不平，很厉害。然后如果我今天为了效果好，我要把它拉紧，那你是不是很多多的组织就会堆在这里？难道你要每天用头发把它挡着吗？不行嘛。你就说那我不要把赘皮堆在这，我就拉一点点，拉一点点就没有效啊。拉线可以取代拉皮吗？会讲这种话的，通常是因为他不会拉皮。有时候就会听到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不要做手术拉皮啊，手术拉皮啊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你这个打仪器就好了。打完回来又重点怎么讲？你比较严重一点，那我们来拉线好了。线呢？用完怎么好像还是没有什么效果？那这样好了，再补一点线，再做另外一台仪器好了。怎么还是不是很理想？我觉得你真的太严重了，不然我介绍手术医师给你好了。像走流水线一样，从最简单到最难，结果你做个拉提而已，花了100-200万，什么东西都试过了。不是这样嘛？就像我们开头影片讲，一个只会做微整的医师，他没有办法给你手术的一个建议；一个只会做手术的医师，他可能就会跟你讲微整都不好。如果你今天想要做提升，你要找医师，应该是他对拉提这件事情特别有研究，不管是仪器、注射、微创到手术。所有跟拉提有关的东西，他都很懂。他看到你的状况，他帮你诊断完之后，他才告诉你怎么拉提是最好的。所以一开始诊断很重要，该怎么做，选择什么，应该一开始就告诉你，而不是让你每一个流程都走一遍，把你的口袋全部都掏出来，你最后才发现原来我得要这样。对。这个其实很多 YouTube 上为了销售，很多诊所为了推销也会这样子讲，说拉线没有恢复期。我跟你说，什么样会没有恢复期？不要做就没有恢复期。真的，大家以为我在开玩笑。我们常遇到有一些假拉皮啊，这里划一刀缝起来，一边手术半个小时，这里都没有做，当然就不会肿。今天只要你有拉的部位，会不会微肿？多少还是一定会。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遇到有客人就是说，哦，他跟我说不会肿，结果做完以后还是肿了好几天。他说那是你体质的问题。拉线它本身是一个侵入式的东西，不会像猪头那么肿，可是会肿。很多人说啊，不然你怕肿，我们打音波跟电波好了。音波跟电波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能量加热组织，就像这个塑胶袋，你用热风机吹一吹，它就有点收缩。那这个热能对你的组织有没有可能造成一些水肿？还是会的，除非你今天打音波、电波，你把能量调到最低，调到比吹风机还要低，它就不会肿。有效的音波跟电波还是会肿。那会不会痛？这个还真的是要看个人对痛的感受度，因为线上面有导沟，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做某些动作或是吃东西，就是他有时候他还是觉得会有一些痛感，只是基本上这个痛感大部分都是可控的，就是吃普拿疼止痛药是可以控制。好。埋线可以填平静态的纹路，这个宇宙中的基本定理。垂的东西要怎么改善？拉嘛。凹的地方要怎么改善？填嘛。会有销售的话就是说，你这里垂，那我填一点东西把它拉紧。好像跟这个宇宙的定理不太一样。填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凹，拉线它是为了拉提。我拉一拉，你这个凹就不见了。这样怎么对？我之前有给大家做过这样的一个示范。很多人误解一件事啊，我只要把它拉平，这个凹就不见了。你今天如果单纯把它用线拉紧了，肌肉只要一收缩，一样会把它拉下去。可是它底下是空的，我们脸上的这些组织，我们的脸不会允许有空气存在里面，所以隔一阵子这些组织还是会慢慢沉下去，去贴住底下的支撑物。今天有一块布，它中间是凹的，很多人想说我把它往两边一拉，它就平了。你往旁边拉，它暂时会不见，可是隔一阵子以后，在底下没有组织支撑的时候，它还是会凹下去，所以这就是一个销售的话术。好，之前我们有一些台湾医师会去大陆，他们叫走穴啊，就是四处用，就跟我说有人专门在卖这种疗程，跟你说它的线雕很神奇啊，都完全不会肿，因为它就是统统把线埋在头发里面，埋在头发里面这里都没有用到。我刚刚讲一个重点，不做不碰就不会肿。对。
啊，埋在头发里面你觉得很奇怪。我跟你讲，一开始是真的有用的哎。你今天呢把这个往上埋，它这里的组织拉紧了，多少会改善一些嘛。可是问题来了，假设我们的脸的这些组织啊，皮肤它是有弹性的，你今天拉这一块就是拉远端的部分，你远端这里很用力拉，下面会不会多少有一些牵扯？有，可是你上面这里拉很多，这里却只会动到一点点，所以它效果其实并不理想。而且重点来了，我们的脸部上面有很多的韧带，这个韧带呢，它就像一堵墙，把我们的脸分成内侧脸跟外侧脸。今天这有一堵墙，我把这个线不穿过墙去勾这个墙后面的一个东西，那你从这边拉扯，你的力量很大一部分会被这个墙衰减。今天你只做外侧，那这个力量有办法穿过这个万里长城，把这个力量传递到这吗？其实很微弱。所以你今天做这个地方，一开始前面几天你会觉得有一点用，可是它维持时间1-2个月它就掉下来。当然我没有遇过有些客人说，我真的很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好一点，可是我马上要结婚了，我真的不能有恢复期，不是我明天要相亲，我明天有一个重要的面试要怎么我要好一点，然后我真的完全不能走，那我要提升一点，我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做，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是一个初学者会做的方式，做完的确暂时会有用，而且真的不怎么红肿，但我都会很明白的说，这个方式是帮你度过这个紧急时期，它并不持久。我们常常遇到会有客人问我们说，那个我们要省线哈，我是不是这样子拉，我这里这样子拉，中脸跟下脸就可以同时提升？真的可以这样做吗？我们看一下这个构造图。这个呢，红色的就是我们脸的各个韧带。如果我今天呢，我们要像它这样子，用一条线同时拉中下脸，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穿过颧骨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要穿过这一区红色韧带最多的地方？其中有一个韧带叫面横韧带，因为你想说要同时拉中下脸，你就选择在法令纹跟嘴边肉交界的地方这样一拉，那会发生什么事？这个束就是我们脸上的韧带，这个有导沟，这个就是线。当你今天线穿过这个韧带一拉，就很容易造成它凹陷，因为这个导沟就勾到这个像树枝一样的东西，它牵扯到，就会导致你的脸有些凹凹凸凸的状况。拉完就会像有这样的一个凹，就是勾到面横韧带哦，那这个就会很恐怖，就会非常不自然。最常见的，比如说很多人来，我就说你拉过线哦，张医生怎么知道？因为他的颧骨下面这里就有不正常的凹陷，而且这个凹陷常常就是像这样一条一条的，它的线就是借由穿过颧骨这个地方，想说哦，我穿过这个地方可以同时拉中下脸，结果这个线就够不到我这个韧带，就造成这样一个凹陷。大家以为这个线吸收凹陷就不见了，没有，我跟你讲，这个线它吸收了，有时候那个凹陷还会一直在那里2年。去年这个疗程听说卖很多，但今年又比较收敛。我相信可能有人已经试过额头拉线有没有效？有哦，可是额头拉线它维持时间很短。我这样讲啊，你每天吃饭讲话，你的嘴巴会动到1万次吗？不会。可是你今天就算你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做，你眼睛在那边眨动，都会1万次。你眼睛在那边眨动，就会牵扯到你的线。同样的线做额头，它维持的时间会比做脸的短，大概只会是脸的1/3的时间。所以外面就有一种卖法，他就跟你说，我们的额头拉线哦会不减短，但是呢做完以后大概4个月以后，你要回来我们帮你回补一下，好，那效果可以更持久。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效了。你会说哦，可是这个诊所很好哎，他还免费帮我回补。你一开始付的钱就已经包含这个东西了，很多人还不懂意思哦。这个做法就很像肉毒可以维持多久？最多半年嘛。目前全球科技没有人有办法把肉毒的时间延长得更久，但是我以前还真的看过人这样卖。我们家的肉毒可以维持超过3年啊，我这个肉毒呢，因为可以维持3年，所以比外面贵6倍。但是你打完之后，你每4-5个月你回来，我们帮你补一下。
这个肉毒好神奇哦，就是因为你要快没效的时候就帮你补，算的比较贵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把后面的钱都已经算在里面了，等于你一开始被强迫要一次付了3年的疗程，这个是一种套路哎。你现在听我讲，你觉得这很瞎，可是真的好多人在被这样骗。我们也常听哦，双下巴打消脂针就完美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这个构造图。脖子跟脸一样有分3层，浅层的是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那一层是筋膜，深层的也有所谓的深层脂肪垫。那我们双下巴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就有一个这么大一块的深层脂肪垫。这个深层脂肪垫可以靠拉线不见吗？不行。可以打消脂针吗？不行。所以像双下巴要治疗的客人，你看我每一个来，我会在那边摸一下啊，然后带他进去做超音波。我们用超音波可以看出来，你这个双下巴问题是来自于皮下脂肪还是深层脂肪。如果是皮下浅层的问题啊，那好解决。拉线抽脂，但如果是深层的，你只能用开刀的方式才有办法把这么一大块的深层脂肪垫拿掉。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他的双下巴很大，怎么埋线、怎么打溶脂针都没有用，因为他的问题在深层。所以医师在帮你决定疗程之前，绝对不是看什么疗程最赚钱，绝对不是看什么疗程他会做，而是你要诊断他应该做什么。再决定怎么帮他治疗。你如果也认同了，也知道了医美就像传统疾病一样需要诊断，你就不会被骗。接下来这是最扯的，这个是这1年来我超常看到，假装不是拉线的拉线。这是我在台湾做无痕筋膜提升的第5天，大家帮我看看直不直？术前的我皮肤松弛，法令纹明显，口角囊袋显现，非常显老。术后整体提升紧致。讲到这个，我真的是想要骂脏话。你看这个影片，很多是在大陆一些很夸张的宣传，但是在台湾也很多。他告诉你说，我们这个完全不用动刀就可以做到拉提，这个伤口完全都没有恢复期。科技进步，技术进步，其实他在里面偷偷埋线。我们平均1个月我们会开到多少？在其他诊所，他以为他开的是拉皮，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埋线，这个有意义吗？它维持的时间就跟线雕差不多，你一开始就做线雕就好了，你干嘛动这一刀呢？他不然就是用骗人的啊！你看我们连刀口都没有，就可以帮你做无痕的这个拉提。它其实就埋线啊！你要问说，那你怎么进去的？你那个刀怎么进去？你的高科技啊，用什么东西是？因为扯哦。这1年这种广告真的是你随便上网导几百个啊，很离谱。所以这个扯到一件事，术中录影这么神奇，录影给我看，他说是我们的机密。可是网络上这种广告有几百个哎，你如果是机密，怎么有这么多的人都在做？都说是无痕的什么什么，你录影给我看啊，为什么不敢录？为什么我敢录？为什么我们诊所每个人都敢录？看为什么你不敢录？这是权益耶，我的权益为什么你不敢帮我录？因为他有鬼。所以有很多跟你说他是手术，其实他是拉线，不要被骗。对。最后一个，常常有人在卖拉线搭配电音波，其实我只能说，如果需要这样搭配，那可能是你线拉的不够好，不够强。所以我们3代方式可以通过拉浅层，可以拉筋膜，可以拉深层。电音波它只能做到筋膜以上的部位，既然线每一个部位都能做，干嘛还要再多花一笔钱呢？因为这样包装起来可以卖比较多钱。好赞！我今天会不会被杀？可是我这个人生性开朗，绝对不会有自杀，发表不自杀声明。赶快先声明。好，我们今天抱着生命危险跟大家讲了很多事实，还有真实的事情。大家有问题呢，欢迎可以私讯我们啊。如果大家觉得这频道很好，可以带给你正确的资讯，带给你朋友正确的资讯，欢迎您把这个频道转给你朋友哦。实证医学才正确，术中录影别忽略，没效的才是最贵，要做要找专业哦。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哦，拜拜。
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